好的，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莫。好的，那今天内容可能会有一点长哈，因为我们内容实在是比较丰富。不过呢，假如说你是一个要从事5年到10年的长期投资人的话，我相信这20分钟肯定是值回票价的哈。好，那这周的节目呢，是我之前在 Facebook 上面跟大家预告过的哈，我们来回测一下啊，这个景气灯号投资法哈，这个是一个江湖上流传已久的一个方式，我们今天就来回测这一个东西。那最近会比较夯这个话题的原因呢，是因为最近国发会又公布了最近的一个景气灯号。来，我们看一下国发会最近公布的景气灯号。好，如果你 Google 景气灯号这4个字的话呢，你第一个就可以看到国发会公布的景气指标查询系统。当你一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所谓的景气灯号了哈。那最近为什么这个话题又夯起来呢？因为这个指标呢，又出现了黄蓝色哦，黄蓝色已经进入了一个转向到低迷的一个阶段。好，那我也趁这个时候简单跟各位科普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的哈。这个指标里面呢，包含了各位在右边看到的，例如说货币总计数M1B 啊，以及股价指数啊、海关出口值等等啊，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之后呢，它会编列一个相当于台湾景气的一个指标。而既然它叫做灯号呢，那它自然就会有不同的颜色，那不同的颜色呢，也会有不同的意义哈。那举例来讲，各位可以看到热络，就是假如说今天景气是非常好的话，它会出现红灯。那它的评分标准呢是45分到38分，再稍微好一些的话叫做转向，这个是从稳定转向到热络，那就是37分到32分哈，好，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叫黄红色的一个灯号哈。然后呢，再次之的话呢，就是这个稳定啊，就是31分到23分之间，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段呢，其实大多都是呈现稳定的情况。接着再往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就是会从稳定再转向到低迷，好，那这一个过渡的灯号就是22分到17分，各位可以看到是黄蓝色的哈。所以其实你看到这2个月呢，其实就是一个转向的一个阶段。那最糟的情况呢，就是这个低迷啦。好，这个低迷的话，就是16分到9分之间，它就会出现一个低迷的一个情况。其实不只是它这个总编制的一个分数哦，各位可以看，像是它右边你可以看到它的各个细项现在是属于什么情况。例如说股价指数目前就是低迷，所以它基本上呢就是一个这样的指标系统。那我们讲完这个指标系统之后呢，其实我们就要讲回今天的重头戏了哈。今天的这个重头戏呢，就是这个景气灯号买卖法。那这个买卖法是什么呢？基本上常流传的呢有2个哈。第一个很简单，好，叫做蓝买红卖，就是当它出现呢蓝灯，也就是说16分到9分的时候，就买进，买进什么呢？买进指数型 ETF， 例如说0050之类的。那什么时候卖掉呢？卖掉的时间呢，就是说当这个景气灯号出现红灯的时候，也就是说热络的时候，它把它卖掉。OK，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另外第2种方式呢，应该是缺右上老师提出来的。那缺右上老师看到这个蓝买红卖之后呢，他就想，干，没有，他没有说干。缺右上老师说呢，那既然如此，他应该可以再优化一下这个方法。于是呢，他就提出了另外一个理论。那这个理论呢是黄蓝灯的时候开始连买10个月，那黄红灯出现的时候，都是转向的时候在转向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分3个月出场啊。所以基本上呢，流传比较广的这个景气灯号操作法呢，基本上就是这2种。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测验这2种操作模式。那这2种操作模式呢，其实也有朋友们私讯来问我说，既然我要测的话，我是不是能够除了0050以外，我也可以看一下0056？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0050呢跟0056其实也是一个蛮常被拿来比较或拿来讨论的话题哈。所以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拿来测啊。好，那在我们开始测验之前的话，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那我这个频道呢是一个分享国际财经理财观念的频道，我会不定期的分享一些策略回测，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麻烦帮我订一下，这个对我非常的重要，谢谢你。那本频道分享的内容呢，也都是我个人的投资心得，或是说客观的事实回测，不是任何的投资建议，所以说请各位投资人进场之前，请自行做好投资的判断。好，那我们开始之前的话，我们要定义一个我们所谓的测试的标准以及范围啊，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要测试这2种方法，以及测试2种 ETF， 分别是0050跟0056，总共要测试这样子加在一起，总共会出来4个分数啊。那我们这个测试的范围呢，我们会是从0056开始发行之后，一直到2021年。那具体的时间呢，就是2007年的年底啊，基本上就是2008年的1月吧哈，一直到2021年的12月31号，好，这是我们测试的时
时间。那么在测试的方式的话呢，是我们每一次的循环，好，也就是说当它的入场点出现之后，我们会准备100万。那方法一的话呢，当它蓝灯出现的时候，我就分3个月进场，好。那如果说之后还出现蓝灯的话，那也没办法，因为我钱用光了，这就是实际上会遇到的问题。OK， 那100万进场之后呢，就会先摆在那边，中间有股息，我们就收股息。那一直等到红灯出现的时候，我们再一口气出场，这是方法一的操作模式。方法二的操作模式基本上就完全 follow 缺右上老师的方式。黄蓝灯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分10个月进场。那一旦它回到黄蓝灯之上，那我们就停止进场。然后呢，一直进到我这个100万用完为止。中间一样有股息，我就会收股息。那一直等到黄红灯出现的时候，我就分3个月出场。OK， 这是方法二的操作模式。好，另外有一点，我相信应该是很多的回测当中并没有意识到的。就是这个景气灯号呢，各位可以看一下它是什么时候公布的。好，如果我们 Google 景气灯号的公布时间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哈，其实这个呢是国发会在每个月的27号大约下午4点，也就是盘后，它会在官方网站公布讯号。而且它公布的是什么？它公布是前一个月的哦，也就是说，今天假如说我要看10月的景气灯号的话，它会在11月27号下午4点它才会公布。所以说对我们来讲，我们一直要到次月的28号，我们才能够进行前一个月的灯号对应交易。OK， 所以说各位可以看到，买卖我们统一会在次月的28号，或者是说27号之后的一个工作日，我们来进行一个操作，无论是买或是卖都是一样。好，那这就是我们的景气灯号买卖法，那我们就来开始回测吧。好，各位可以看到哈。这个呢非常庞大的 Excel， 就是我把过去将近20年左右的景气灯号全部 download 下来，同时呢，因应刚刚讲的不同的买卖法，这边设置了一个模拟的进出场的一个动作。就像刚刚说的，我们总共有4组 set， 分别是0050做方法1跟方法2，以及0056做方法1跟方法2。好，那我们接着就开始回测吧。好，各位可以看到，基本上这一张表格就是我们这一次回测的一个总结了。那因为只有2次循环，所以说我把2次循环的内容呢，我都直接放在上面了。上面这一张表呢是第一次的循环，也就是我称的08年循环，在08年的时候介入，在11年的时候退场。那第二次的循环呢，这次就相对比较大了，我们会在11年的时候进场，在21年的时候才退场，10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第一次跟第二次最后面表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来，我们首先看一下0050的一个表现。0050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第一次的总报酬率，差不多在49%，这是你用第一个方式的话。那第二个方式的话，只有46%，就是崔优尚老师的卖法，那这个的话只有46%。那0056的话呢，各位可以看到，很明显这一段时间它的报酬率是高于0050的，是高于0050的，在08年的这次循环。57%，那使用崔优尚老师的买法的话是54%。好，这是第一次循环。那第二次循环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完全倒过来了，完全颠倒过来了。各位可以看到，在0050的买法的话，你会发现用传统的买法可以到达202%，那崔优尚老师的买法呢是190%，这是0050在第二次大循环的一个表现。那0056第二次大循环的表现呢？其实各位看到差的非常之多哦，差的将近有1倍之多。一个买法它只有92%，第二个买法它只有88%。OK， 好，所以说这是我们整个策略回测之后的一个总结。那我觉得到这边之后呢，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但我自己心里呢，目前有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过去将近15年以内，我们只有2次交易的机会？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是0056强，第二次是0050强，这个有没有办法应用到我们的交易策略改进里面？这是第二个问题。另外第3个问题，各位可以很明显看到崔优尚老师的买法，就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好像都没有比传统的第一种买法来得好。那代表说真的是第二种方法完全没有用吗？
这个是我现在目前心里的3个问题。好，那我一一来去跟各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首先第一个问题来帮大家回答一下，为什么在过去将近15年到20年之间，我只有2次交易的机会？我抱着这个问题，我就直接的来去把我可以拿到的所有景气灯号的数据全部都拿出来了。而这就是各位看到左边的这一张图。左边这张图呢，是从1980年代一直到2020年代所有的景气灯号的一个趋势图。其实呢，进入红灯的时间是非常非常之少的，也就是它平均5年到10年才会出现一次进到红灯的一个机会。而在这个5年到10年走一个大循环，那就代表说，其实如果我们要进行这个蓝买红卖的话呢，你可能心里就要有个准备，你进去的这个钱，红灯并不是那么常出现的，同学们，红灯并不是那么常出现的。在过去15年呢，基本上进入红灯只有2次，那这2次呢，基本上都是在经济危机之后 Fed 进行一个大量的一个宽松政策之后带来这个明显的爆发。例如说08年的这个雷曼兄弟的危机，以及2020年的 COVID-19 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之后呢，我们其实都看到 Fed 有一个明显的海量宽松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导致一瞬间的资金把景气灯号直接推向了红色。但是在大多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绿色左右徘徊的，它并不是那么容易进到红色的区域。好，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观察到，大多黄红灯它出现的时候，红灯也会出现。所以你有没有必要在黄红灯就立刻进行卖出呢？这也是你可以去思考的一个事情。再来最后一点呢，就是当你看到蓝灯出现的时候，请也不要那么快的见猎欣喜，因为在历史上非常多次蓝灯出现，但它并没有立刻反弹到红灯，中间可能也要走个5年到10年之间的一个波段。所以说呢，各位不要想的是说我们蓝灯买进去之后，我就立刻可以期待红灯的一个到来。所以说这个投资的时间范围呢，可能会比某些朋友想的来的更长一些它不是那么容易出现卖点的。另外第二个问题是0050跟0056为什么第一次跟第二次会差别这么多呢？各位可以看到这是第一次的循环，第一次的循环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0056是大于0050的。那如果我们再仔细看它到底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其实你可以看到价差的报酬率是差不多的这边是差不多的。但是在配息的报酬率里面，0050第一次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好了，但是在0056第一次可以到达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水准。好，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一次为什么0056会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的配息是远远超过你的价差报酬率的。好，第二次的循环呢，是由2011年开始到2021年，总共10年之间，我们看到其实在配息报酬率呢，其实0056还是有显著比较好，可能高个差不多5% 到10% 之间，还是比较 OK 的。但是呢，价差的报酬率，各位看到价差的报酬率0050是很明显高于0056的。那各位可能会好奇，难道真的会差异这么大吗？其实会的。最明显的一个阶段呢，是因为在2020年 Fed 海量宽松之后造成的一个股价暴涨。好，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测量一下加权指数从当时的低点涨到当时的高点，它总共涨了多少。好，来，我们是这个时候出场的。随着这段时间，各位可以看到将近涨了9000点，差不多是108%。好，这是加权指数当时的这个涨幅。好，来，我们同样测量一下从最低点到最高点，这是0050。好，各位可以看到差不多是113%，好，比刚刚还稍微高一些那我们再来看一下0056。好，0056呢一样，我们从最低点开始拉到最高。各位看到这边只有涨了69%，很明显，当大盘大波动的时候，0056是相对来讲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吃香的。所以这代表说你要无脑的投0050不投0056吗？其实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这么看因为刚刚是有很明显出现那一段大波段，所以说才会让0050有一个很明显的报酬成长。但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这个大波段不来，或者是说
假设它的红灯出现的时候，并没有伴随着股价非常好的飙涨，那是不是代表说 maybe 0056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呢？好，所以说这边呢，我想要下另外第二个小节，没有坏的工具，好，那只有不会用的工匠。如果我们预期指数波动率比较大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优先配置0050。那如果你预期指数波动小的话呢，其实收息会比较划算。那这个时候0056可能 maybe 是一个好的选择。那这边呢，其实我也想要说明一下哈，因为我们这边只测0050跟0056，那这一招呢，其实也可以测在其他的标的上，例如说是景气循环股啊。所以说呢，它其实不只是仅限于0050跟0056哈，我们只是纯粹拿这两档来比。那有其他的投资方式，那当然也是 OK 的，不过这就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了。那如果说大家想要自行进行回测的话，我可以把 Excel 的原始档好丢给大家，好，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进行回测。好，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无论任何一种情况，好像崔佑尚老师的买法，他的总报酬率都没有传统的买法来得好，对不对？其实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不能这么看啊，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崔佑尚老师的这个买法哈，它的核心在它可以分批的进场。因为我们刚刚看蓝买红卖，你当然可以 all in， 我只是在上面多加了一个3个月的一个条件。如果说不加3个月直接 all in 的话 ，maybe 可能会遇到更惨的一个情况。而就让老师的这个买法的好处呢，就是分批，那同时呢也可以分散你的风险，所以我们不用看说这个总报酬率不如传统的买法，它就一定是没有用的，我们还是可以提取它里面的精华就是分批。如果说呢我们在买点跟卖点的这个判读可以再优化一些的话呢，我觉得邱尚老师的这个方法 maybe 可以打造出一个更优的一个策略。好，那这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回测之后给大家的一个报告哈。那在这边呢，我想简单花一个时间做一下总结哦。那4点跟各位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是这个操盘法，没错，它是有用的哈。实测按照过去的这段时间，使用0050跟0056都可以达到获利的目的，而且获利的这个金额呢，其实也还是我觉得算是 OK 的。如果你以长线的投资标准来看，即使交易时间 delay 1个月，好，也就是说，即使你看到灯号之后，你再进行买卖，也都是来得及的啊。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想要靠这个方式，甚至你觉得1年2年就可以获利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要再思考一下哈，因为这个我们刚刚看到它进出时间非常之长，基本上是5年到10年起跳，所以说这个是你使用这个方式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考量的东西。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一招是稳的，你就直接 all in 进去，如果资金周转断了，那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看了哈。所以说一定要考虑好你这段时间的资金周转是不是能够跟这套策略 match 的。 OK， 这是第二点。好，第3点呢，就是关于0050跟0056的使用时机。如果你可以结合总经的判断，你觉得在红灯之前，那可能更多是一个基本面行情，资金行情相对来讲不多。那这样的话呢 ，maybe 你可以稍微多配置一些0056。那反之，如果你觉得未来是一个大的资金行情，反而基本面不一定跟得上的话，那也许0050是一个好的选择。那当然，我觉得如果说资金相对来讲比较充裕的朋友们的话，你2个都进行部分的配置，其实好像也是一个 OK 的方式也是一个 OK 的方式。这样你不会错过你的领的利息，同时也不会完全错过这个涨的一个行情。那这个呢，就提供给各位进行一个参考了哈。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当你出现灯号的时候，立刻开始连买不一定会是好的方法不一定是好方法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了，它是在蓝灯出现之后，往往会亮好几个蓝灯。如果你刚开始进去呢，你就把资金打完了，那可能后面出现买点你也没有办法参与了，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你想要避免这个样的情况的话，其实你也可以保留适度的现金，陆续把它补满 ，maybe 用存股的概念那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周转更充裕一些。好，那这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提供给各位的回测报告了。总的来说，我认为景气灯号投资法还是一个相对不错的操作方式，尤其你不用考量太多的一些变数在里面，它还是可以给你带来一个相对 OK 的报酬。至于要怎么判断呢？我觉得还是回归各位自己的投资的风格以及决策因为一套 OK 的策略不一定可以适合所有的人，那大家可以考量自己的资金的运用情况跟自己的投资属性来决定是不是要使用这一套方式。好，那这基本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那再请各位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那在下礼拜的话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策略的影片来跟各位进行分享。好，那就这个样子，我们下周再见，拜拜。